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们两个手拉手睡了3天，声音好听又会哄你，打游戏还厉害的男生，你怎么可能会不动心呢？是吧？挣了我的钱还绿了我。孤独是大多数人都讨厌的事物，尤其是缺乏异性陪伴所带来的孤独。为了逃避这种孤独，每个历史阶段的人类都想过非常多的办法。到了当下，人们在商业与合法性之间找到了一些新的方式，线上陪玩便是其中一种。大家可能看到过介绍陪玩服务的视频，但难免心中产生疑惑：真的有人需要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陪玩吗？今天我们从这件事的需求端出发，采访一位点过150位不同男陪玩的95后女老板，深入一线了解这条特殊的赚钱路子。开始了啊！您好。你现在在网吧吗？在。那咱们就进入正题了。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菲菲就行。能不能稍微跟大家透露一下，你平时就是现实生活中是做什么职业的？然后这个收入情况是什么样？这个方便透露吗？我是个研究生，但是算是实习了的那种吧。女生点男陪玩的这种需求点和男生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吗？我点男陪玩的话，有一个硬性要求，就是声音好听，然后玩的也不能太差那种。然后一般男生点陪玩的话，都是要那种声音是自己喜欢的，因为现在声音分很多种，像什么少罗、少御呀、萝莉音啊，或者是御姐音啊、骚御音啊这种。男生的话，一般对声音也有要求，但是大部分老板对技术的要求不是很大，只要你能不坑就行。一般女生点男陪玩的话，都会有一个技术的硬性要求。你平时玩的是什么游戏啊？英雄联盟多一点。英雄联盟多一点，那你正常来说，你点男陪玩的话，你对他的这个游戏水平的最低要求是什么？怎么着得有个钻1钻2吧，因为相对来说男陪玩比女陪玩要多一点。因为女生玩游戏的技术确实普遍来讲啊，我并没有 AOE 的情况，就是普遍来讲没有男陪玩好，但是女陪玩相对来说更吃香一点，这个是确实的。一般女陪玩会比男陪玩单子多，价格也高。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点男陪玩的？16年吧，那个时候打 PUBG 也会点，16年17那阵子，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所以你现在还在点是吧？对的。你大概累计点了多少男陪玩了？这不好说呀，这有点多了呀。有100个吗？100多个吧，200个应该没有，150个左右吧，150个肯定是有的，差不多这意思。因为我微信上现在标签里都还有小100个。有没有那种就是后宫的感觉？我原来是有个陪玩群的。你自己是老板，然后你自己建了一个只有你一个老板的陪玩群是吗？是的。那你那群里边多少男生？不是很多，就20多个吧。20多个不是很多是吧？可以。以你的经验来说的话，你觉得每一个男陪玩他一天能接多少单呢？就下至一天都没有单子，上至一天大概400-500吧，不算福利，就是纯接单的那种。像有的时候老板会给他包个红包，打得不错，请你喝杯奶茶，或者给他点个外卖，这种收入是不算在里面，就说光接单的收入，一天400-500这样子，就我认识的最多的。大概一天8小时，那我算一下，一天8小时。不止8个小时可不行，大概10个小时以上吧。他一天要打10几个小时，然后赚个400-500，那平均每个小时大概是40-50。你累计在这个事儿上花了大概多少钱了？这个你有计算过吗？这个还没算过，这个还真的是没算过，5、6位数吧。5、6位数？那不可能5、6位数啊！你都上百个了，你那5、6位数，这肯定是6位数了，怎么能是5位数啊？说谦虚一点嘛，大5位小6位嘛。确实也算是个富婆了啊，不是，别瞎说，没有。你之前有交过男朋友吗？有的。那你觉得男陪玩跟打游戏，跟你男朋友跟打游戏有什么区别呢？这说好呀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你要是跟男朋友玩游戏的话，你操作失误了，男朋友可能会说你，会招你。然后但是男陪玩他不会，就是你操作失误了，你还能骂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怎么没保护好我这样子。一般我点的男陪玩声音都会好听，虽然说不是说自己男朋友声音不好听啊，但是他们的声音肯定是。你现在还是有跟男朋友在一起是吗？对啊。那你男朋友介意你平时打游戏点陪玩这个事儿吗？不介意的，陪玩就是陪玩嘛。那你介意你男朋友平时打游戏点陪玩这个事儿吗？介意，我很双标。你有了解过你平时点的这些男陪玩他们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吗？下至17，上至26、28吧，差不多就在这一个年龄段了。再往大的，一般就去现实生活里去忙碌了，跟生活奋斗去了。就怎么说，陪玩它毕竟也算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吧，你不可能陪玩干一辈子。到那个岁数该退役了是吗？是的，因为人年纪大了，反应速度会跟不上的，是正常的事情。你作为女老板，有对男陪玩产生过邪念吗？然后男陪玩会主动圈你这个女老板吗？圈你的钱吗？邪念肯定是会有的嘛。你说声音好听又会哄你，打游戏还厉害的男生，你怎么可能会不动心呢？是吧？
OK， 那你之前有跟他们发生过什么故事啥的？之前确实跟陪玩处过对象，但是给的人生建议就是不要跟陪玩处对象，不管是男老板和女陪玩，还是女老板和男陪玩。能冒昧问一下为啥吗？圈了我的钱还绿了我。多少钱？没多少，就几千块钱吧。就前一阵子不是流行小奶狗嘛，就正好还认识了一个小奶狗陪玩，我比他大挺多的，大了5岁以上，具体多少我就不说了，好吧？你多大？95后我是，他是00后。然后就那个时候就，最开始也是就是本来想把他当成个弟弟去宠着嘛，然后但是就他天天姐姐嘛，姐姐怎么样，然后就有点受不住这个攻势，你知道？他后来就跟我说，姐姐我。就那个时候就也想见见他，带他玩一下嘛，因为还是个小孩子。他说姐姐，但姐姐我没有身份去见你啊。我说你弟弟嘛，说不要这个身份。然后头脑一热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就经常就给他存单，但是不找他打游戏这样。之后就决定见一面，然后就见了。他来找的我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们两个手拉手睡了3天。是的，我发誓，我以我的人格发誓，万想不到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想，我说我会不会下不去手。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真的手拉手睡了3天，我就真的感觉体验了一把早恋的感觉。就瞬间感觉自己这个年轻了啊。导火索就是按他的话说是他接了一个情头单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，他就是跟我说咱们换情头吧，然后自己先把头像换上去了，然后给我发了一份。等我睡醒了之后，我看到他已经换上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就你跟我挑情头的话，你都没有跟我商量，你就选了一个情头过来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2个人一起商量的嘛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 QQ 空间的点赞列表，发现了一个跟他情头的我不认识的人。然后我就去加了那个妹子的好友嘛，然后这个男生知道了之后就跟我说这是接的情头单怎么样，然后把我删了。他这个情头单收了多少钱呢？按他的话说是收了100块钱1天，然后就分手了，然后最后闹得挺不愉快的。而且他来找我的这段时间，除了车票，他的吃住行99%吧都是我包的，他就只打了几次车这样子。如果以后你再遇到类似这种情况，再点陪玩遇到这种小奶狗，你还会？不会了，我还是建议把陪玩跟老板的身份区分开来。你既然花钱也是点男生，那你如果去做陪玩的话，你也是跟男生一起打游戏，你有没有尝试过自己去体验一下做陪玩的感觉呢？体验过啊。体验过，然后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玩的，偶尔吧，因为我这个性格比较爆炸，我可能会骂老板，我脾气不是很好。那小姐平时除了这个点游戏的单子，你还会点陪玩，就给你提供哪些其他的服务呢？点其他这种单子有吗？哄睡啊，聊天呐，还有歌单。哦，那我挺好奇的，就是为什么要点哄睡的单子呢？就晚上睡不着，就寻思着也怪无聊的，一直玩手机嘛，就找个人唠唠嗑看能不能困，或者是一般哄睡的话，要不就是聊天，要不就是给我念故事这样子。大部分除了讲故事的，聊天的都是越聊越精神，越唠越精神。结果就是导致唠好久，结果就通宵或者熬夜了，就面黄肌瘦，你知道吧？面黄肌瘦还会掉头发，然后脾气就也会有点不好吧，毕竟睡眠总是不足嘛。遇到这事儿不要怕 ，Lemon Box 每日维生素帮你科学解决。它和其他的维生素营养品最不一样的是可以私人定制，它是需要先在小程序填写一份国际营养学界主流的膳食频率问卷，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当下的营养目标。比如小王在这项里面选了头发、睡眠质量、皮肤以及情绪压力4项。当然，它还有很多关于你的生活饮食方面的问题。最终 Lemon Box 帮我搭配了适合我的补充方案，有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C 以及海藻油的定制营养包。维生素 B 族呢，帮我保住头发，减缓疲劳；维生素 C 呢，帮我抗氧化毕竟已经长得这么老了。海藻油是为了降低我在高负荷低睡眠的情况下猝死的概率。每日一袋的包装方便高效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。与此同时呢，他们还会根据我填写的数据给我一些健康的建议以及提示，比如说他提醒我吃完这个东西尿黄了，不要太慌张。产品都是经过漂亮国国家级权威机构认证的，品质有保障。大家可以通过 Lemon Box 小程序免费进行营养测试，还可以白嫖一套专业的营养建议。有了它，晚上放心点人哄睡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皮肤变好了，精神变好了，哄睡单子可能也没那么必要了。相较于多数需要上班的工作来说，陪玩这门生意的自由度确实很高，可以晚睡，也可以晚起，做得好的话赚的也不少。但在分别采访了男陪玩、工会工作人员以及女老板之后，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尝试，包括兼职。不是因为我对这项工作有偏见，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陷入诱惑的工作。在这儿你确实有可能遇到有人愿意为你多花一点钱，但这就像毒品一样，一旦你习惯了这种轻易获利的方式，你就很难再调整心态面对正常的生活了。青春换来的钱是有限的，但青春的潜力本该是无限的。虽然不鼓励大家尝试，但看个热闹倒还是可以的。本期视频点赞破5000的话，小王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男女陪玩的采访内容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伙伴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